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环。最近我妈公司需要一台能够跑 AutoCAD 2D 工程图的电脑，于是就请我帮忙组了一台，预算在1万元以内。这台电脑主要用途是要放在会议室，开会时可以用来开工程图做解说，希望能够开图快速而且流畅。如果可以满足多开几张图会更好。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我如何因应这些需求来选择配备。那就让我们开始吧。首先是 CPU。因为开程式的过程中会牵涉到 CPU 的运算速度，这里我选择 Intel 的 i5-3450，适合是线程6 MB 的快取，主频为 3.1 GHz Turbo 到 3.5 GHz， 对于开 2D 工程图来说就足够了。主机板部分挑选技嘉的 B75MD3H， 这张板子除了配有4槽记忆体，最高支援 32G DDR3 之外，也支援前版 USB 3还有 SATA 3，在价格还有扩充性上取得很好的平衡。显示部分，由于 2D 工程图本身对显示卡的需求并不高，这里就直接使用内显就好。未来如果有需求，就再加装显示卡。记忆体部分选择金士顿的 DDR3 1600 4G 2条，总共8G， 对于 2D 图运行基本上是够用了。如果不够，也还可以再做升级。硬碟部分，由于这台电脑的主要需求是开图流畅，平时并不会作为基本办公使用，也不会储存重要资料。所以就直接选择金士顿的 UV500 240G 一颗来做使用。电工部分选择台达的实在力量400瓦。别看它外包装好像设计很随便，就瞧不起它哦。说到电源的品质和稳定度，如果台达说，应该就没有人敢说第一了吧？他们的电源是非常厉害的。那很多人会觉得奇怪，为什么他们的电源产品这么少呢？原因是因为台达主要是做 OEM 代工的，很多知名品牌的电源都是他代工的，自己的产品就没那么多了。所以这里选择台达的电源，稳定度就不需要担心了。最后是机壳，我选择世博通的小尖兵，主要是看上这款机壳的设计，可以装下 Micro ATX 的主机板，它在散热和体积上取得相当好的平衡。我应该会再找个时间来做个详细的开箱给大家。那接下来就开始组装吧。首先是主机板部分，这次的散热器就直接使用原厂的铜底风扇，虽然3450本身有一定的发热量，但这台电脑比较不会有让 CPU 时常满载的情况，再加上小尖兵的散热做得非常好，在这边就直接使用原厂风扇就足够了。接下来安装电源供应器，安装 SSD。再来换安装主机板部分了，要注意安装主机板前要先装好挡板。这次没有加装机械硬碟，所以为机壳保留了很大的理线空间。经历了好一段时间，终于组装好了。由于小尖兵提供的整线空间很足够，在组装过程中没有遇到太多的困难。安装好作业系统后，先开启 Spacey 确认零件的读取状况，可以看到各个零件都有读取到了，温度部分也都没什么问题。先来简单的开个应用程式。得益于 SSD 的读写速度，整体系统非常的流畅。在多开网页部分，即使开了8个网页，还是非常的流畅。
接下来对 CPU 进行短时间的烧机来观察温度表现。在烧机10分钟后，温度维持在63度左右，整体的温度表现是没有问题的。看来在没超频的状况下，原厂风扇就很好用了。再来使用 Cinebench R15 测试 CPU 的效能，跑分结果为463分，比 i5-2400还要再高一些。硬碟读写速度维持在400上下还可以。接下来开 AutoCAD， 这里我随机选择3个内建的工程图来做测试，看看一次开3个图档的读取速度。在开启程式的过程中，基本上都蛮流畅的，没有卡顿发生，而 CPU 和记忆体的占用率也都不到一半，整体来说不会吃多大的效能。那今天的电脑组装是圆满的完成了，之后就要把它送去公司做使用了，期待它可以好好完成它的任务。那今天的分享到这里，如果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。我是环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